第108章血连经。烈日炎炎，炽热的高温将泥土地面晒得裂缝四开，脚掌踏在坚硬的泥土之上，顿时一股热浪从脚底涌进，让得行路之人在大汗淋漓之余不断地咒骂着这鬼天气。宽敞的黄土路面之上，一位衣着普通的少年正满脸大汗地艰难行走着。少年每一次的落脚都将会犹如重物落地一般，重重地砸在地面之上，溅起一地黄尘。近距离观看，只见少年的背后竟然背着一把极为庞大的黑色巨剑。与其说这是一把巨剑，倒还不如说是一把没有风雨刃的厚实铁锯齿。黑色巨剑也没有剑尖，在尽头之处就如同是被什么东西从中间一刀切断一般，露出了光滑如镜的横切面。漆黑巨剑的表面上会有一道道有些模糊的奇异纹路，纹路至剑柄处几乎弥漫了剑身的所有部位，配合着古朴的漆黑颜色，看上去颇有几分神秘。怪异巨剑的长度几乎超过了少年的身高，这般奇异的组合让得偶尔赶路经过的一些人群忍不住地对他投去好奇的目光。再次行出了几百米的距离，少年终于是有些支持不住，口中犹如风车一般的不断喘着粗气，拖着重如千斤的双脚对着路边的大树阴凉下行去。行至树底，少年直接仰面朝天，一头栽在了温凉的草皮之上，任由额头上的汗水犹如小溪一般的流淌而下。老师，这东西也太恐怖了。背上他后，体内流转的斗气竟然已经变得迟缓了起来，而且这鬼东西也太重了吧。本来只要1天的路程，现在竟然已经2天了，而且还没到达。重重地喘了几口气，萧炎的声音因为过度的脱力竟然导致有些嘶哑。嘿嘿，修行已经正式开始，你不会以为让你出来只是四处逛逛那么简单吧？既然名为苦修，那就准备给我享受最艰苦的待遇吧。乌坦城那种舒适的生活已经开始远离你了。戒指之中传出药老那略微有些幸灾乐祸的苍老笑声。闻言，萧炎苦笑着摇了摇头，微微侧过身子，眼角瞟了一下身后那把无刃无锋的黑色巨剑，眼瞳中流露出一抹惊骇。他没想到这看起来其貌不扬的东西竟然如此恐怖，不仅能够将自己体内快速流淌的斗气压抑得犹如龟爬，而且其本身那种堪称变态的重量几乎差点让得萧炎在全力运转斗气的情况下将腰给折了。这2天时间以来，萧炎也终于尝试到何谓真正的精疲力竭。背上这把诡异的黑色巨剑，萧炎的战斗力恐怕只能和一名初进斗者的菜鸟相持平。然而，虽然黑色巨剑带来了许多束缚，不过因为它的压抑之效，倒也让得萧炎免去了被人从气息上看穿其真实实力的担忧。他是单人行走，在这种人生路不熟的情况下，随意将自己的底线实力暴露出来，无疑是种比较愚蠢的举动。手指在那戒上轻抚了抚，一枚淡青的丹药出现在掌心中，这是一种药效较为不错的回气丹，能够在短时间内加速斗气的回复。此丹是当日在离开乌坦城之前，药老特意为萧炎所炼制，不过由于回气丹所需要的药材较为稀少，绕是以米特尔拍卖场的能力，也只不过只凑齐了炼制30几枚的药材，所以萧炎一般也是不敢随意服用。不过现在的这种情况却是再也节俭不得。目光谨慎地在不远处的路道上扫过，见过无人之后，萧炎这才一口将之吞进肚中，斜靠着树干，缓缓地等待着丹药药力发挥。虽说在服用丹药后进入修炼状态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丹药的药力，不过此时的萧炎明显不具备安静修炼的环境条件，外面大路上不断走过的人群便是将他想要进入修炼状态的念头给打破了去。微微闭目，处于极度疲惫状态的萧炎能够清晰地察觉到体内那近乎酸麻的肌肉正在贪婪地吸收着逐渐散开的温顺药力。当最后一丝药力被吸收殆尽之后，萧炎似乎有种感觉，此时肌肉与细胞中所蕴含的爆发力似乎比先前隐隐地强化了一些。虽然苦修方才开始仅仅2天时间，可萧炎有种自信，若是取下了背上的重剑，他绝对有信心打败一名6星斗者。似乎还真有点效果。喃喃着摸了摸脸庞，萧炎忽然咧嘴一笑，懒懒地舒展了一下手臂，
充满活力的感觉，让得他几乎有种从内到外焕然一新的感觉。从地面上撑起身子，萧炎又恨又爱地拍了拍身后那把被他视为累赘的诡异巨剑，再次迈起沉重的步伐，对着那已经不远的目的地行去。在天色逐渐暗下来之前，萧炎终于是到达了最靠近魔兽山脉的一所小镇。小镇名为青山镇，因为临近魔兽山脉的缘故，又被称之为魔兽小镇。小镇之中最多的人群自然是那些成日在刀口舔血的佣兵，他们成群结队，互相抱着臂弯，在街道上口沫横飞，肆无忌惮地讨论着小镇中哪里的女人最有味道，哪里的酒最烈，哪里的魔兽最凶狠。行走在由青石铺就而成的街道之上，背着与体型不相称的巨剑的萧炎，自然是引来了不少奇异的目光。不过他对此却是没有理会，摸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顺着街道缓缓地行走着。街道两边有着不少商店，而且因为地利的缘故，人气还颇为火爆。萧炎目光饶有兴致地在那些灯火通明的商店中扫过，而当其目光落在一处占地颇为宽敞的药材店后，却是止下了脚步，略微沉吟后，便是举步走进了这所名为万药斋的药材铺。萧炎对武器铠甲那些东西没多大的兴趣，可对各种珍稀药材却是兴趣极浓。只要能够寻到珍稀的药材，药老便能够将之炼制成各种各样提升实力的丹药。行走在危险密布的魔兽山脉之中，丹药才是最能保命与实在的东西。走进宽敞的店铺，店内被悬挂在墙壁上的月光石照得犹如白昼。此时的店铺中人流颇为不少，店员也都是极为忙碌，所以倒暂时还没人招呼刚进来的萧炎。没有人招呼，萧炎也是乐得清静，目光在透明柜台之中缓缓扫过。当其视线移到一小玉盒时，却是微微一愣。疗伤药？难道这里也有炼药师不成？盯着小玉瓶下面所写的资料，萧炎怔了一怔，有些诧异的喃喃道。摇了摇头，萧炎目光继续移动。不过当他把柜台上的所有东西看完之后，却是有些失望的摇了摇头。虽说其中也不乏一些终极药材，不过那对现在的萧炎却没多大的用处。就在萧炎准备空而归之时，胡乱瞟动的眼角却是骤然一顿。目光透过透明的柜台，萧炎双眼死死地盯着最角落处的一块淡黄色块状物体，半晌后舔了舔嘴唇，若无其事地走进柜台，低下脑袋，再次打量了一番那块淡黄色物体。麻烦帮我将这东西取出来一下。缓缓地收回有些贪婪与兴奋的目光，萧炎抬起头，对着一名走过来的男店员微笑道。被叫住的青年店员斜瞟了一眼身着普通的萧炎，再看了一眼他所要求的物品，再发现只是一块最低级的黄连金后，顿时有些不耐地撇了撇嘴，脸色僵硬地从柜台中将之取出。黄连金，低级药材，100金币，并没有在乎店员那副狗眼看人低的态度。萧炎心中冷笑了一声，随手接过这块被认为是最低级的黄连金，指甲悄悄地在上面轻划了划，略微泛黄的表面翻开小许，竟然是露出了一点犹如鲜血般的嫣红之色。目光望着那抹难以看见的嫣红，萧炎眼角微微抽搐，旋即不着痕迹地摸了摸鼻子，深嗅了一口手指上的那股有些血腥的奇异味道，顿时眼眸深处忍不住地跳起了一抹异彩。果然是他，血莲精。在萧炎心头振奋之时，药老那略微诧异的声音也是骤然在心中响起。小家伙，运气似乎挺不错呀，竟然能够遇见这种罕见的药草。